那帮跑到这个英国的香港人啊，他们最近又重操旧业了，又跑这个伦敦街头去抗议了，标语拉着啊，口号也喊着，怒骂英国政府是叛徒，说自己被背弃了。你听听这些事儿多讽刺啊！哎，你说当初是为了一点所谓的自由空气啊，那是屁颠屁颠跑过去，把自己在香港的饭碗砸了，把自己的后路也给断了。那现在眼看这个5年大限就要到了，英国人呢却突然变卦，提高门槛了。这帮人从高素质人才沦落成洗盘子的，从这个年薪几十万港币啊，变成了拿英国低保的。现在呢，连这最后的永居梦都要碎了呀！我就一句话啊，活该！哎，他们这回终于明白了，谁才是那个真正背弃他们的人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前些年香港闹腾的时候，那帮人不是闹着要润吗？说什么自由灯塔在召唤他们，这一个个的都是提着箱子砸锅卖铁的去英国呀。那去英国干嘛呢？就是去享受英国给他们特批的那个 BNO5+1计划，就是说啊，你先住个5年，你表现的好了，再加1年，这第6年就能申请永久居留了，就能成为高贵的英国公民了。你说这眼看着快到5年这个大限了呀，好多人明年6月、8月就等着毕业拿证了，结果呢，就在这临门一脚的时候，英国政府突然来了一招黑虎掏心。据报道，英国政府他要出台新政策，大幅收紧移民要求，什么英语要求啊，年收入门槛啊，给你一下子抬高。那这下好了，那帮移英港人就彻底炸锅了呀！这最近呢，有3000多人聚集在伦敦的市中心，那阵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香港又在开打边炉派对呢。他们是拉着标语啊，气急败坏的对这个英国首相和政客骂街：斯塔默别做叛徒，停止背弃港人。我一看这新闻差点没把我嘴里的奶茶给喷出来。叛徒他们现在才知道谁是叛徒吗？咱们得回过头来看看，当初英国他是怎么忽悠这帮人的啊？那当初这个英国政府把他们描绘成啥？高素质人才，说什么我们要支援香港人民，欢迎你们来，你们学历高，素质好，能振兴我们英国经济。好家伙那话说的呀，那简直比亲爹还亲。那帮港人也信了呀，一个都觉得我终于被祖国召唤了呀，提着几十万积蓄就去了。结果现实呢？现实这巴掌打的那叫一个响亮。英国人可没有拿他们当人才，拿他们当自带干粮的消费者呢。有调查说，这批移英港人呢，有59%都是学士或者是硕士学历，比这个英国本土的平均水平高多了呀。你说按理说这么高的学历，那去了不得是什么金融精英、科技高管？拉倒吧！调查结果，只有52%的人找到了工作，而且其中47%的人干的活跟自己的专业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那咱们就举个例子有个以前是香港教师，你说多体面的工作年薪是6万英镑，约50多万人民币呢。那去了英国呢，沦为了餐厅侍应、端盘子的呀，年薪暴跌到2.1万英镑。还有更惨的一个金融公司的总监，在香港那都是呼风唤雨的，去了英国呢，就只能当个企业管理员，收入直接缩水到原来的1/7。你说这哪是人才呀？这叫人才降级，叫降维打击这落差换谁都受不了但是你当初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明白呢？那这帮人在伦敦街头喊冤，说自己被连根拔起。这我就要说到了，你以为英国人是做慈善的吗？英国人这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他们推出这个 BNO 计划，其实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支援你，他们就是看中你带着钱带着积蓄过去了。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这帮人的这第一呢，他不让你申请福利，你的签证页上直接盖章，禁止申领公共基金，某些行业不得工作。啥意思这意思就是你就是个消费型移民，你自己带钱来花，给我的 GDP 做贡献，但是你别想花我的钱。还有这第二，医疗费翻倍，
这英国的医疗附加费啊，给你涨到了1035英镑。那你享受英国的福利啊，你得先交高价啊。还有这第三，系统性歧视，什么租房啦、求职，一听你是 BNO 签证、非英国籍，立马被拒之门外。这就跟什么似的？你以为呢你是人家请的贵宾，结果你发现自己就是个高级韭菜。那你带这个继续过去，把你的钱交给英国人花，给这个英国经济输血，住满5年，你还得交更多的钱。等你5年的血快输干了，想转永居了，英国人一抬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发现你英语不够好，时薪不够高，不符合我们高素质人才的标准。这就叫过河拆桥，这就叫用完就扔。马克龙那边啊，刚想从中国搞钱，那这边英国呢就急着收紧移民政策，来搞自己韭菜的钱。这欧洲老牌帝国主义那点阴质和算计是刻在骨头里的，藏不住的。那这帮港人愤怒的抗议能有用吗？我直接给你答案哦，没用。这英国政府他根本就不会理睬他们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英国人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他们只在乎选票和国内的民意。那现在这个英国国内是啥情况呢？经济不景气，物价飞涨，医疗系统崩溃，各种罢工。很多英国的老百姓都把这个怨气撒在谁身上了？移民。他们觉得呀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移民太多了，抢了他们的工作，占了他们的公共资源。那不管是什么保守党还是工党，谁想上台，谁就得拿这个收紧移民来讨好选民。那现在工党领袖斯塔默是这帮港人抗议的重点啊。这个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给你开这个 BNO 计划，那是为了恶心中国的呀。我现在收紧政策，那是为了我的选票，你只是个工具，别耽误当首相。在英国政客眼里啊，这帮移英港人既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影响选举，也没有足够的选票去威胁政党，他们就是一群边缘人物呀，一群弃子。所以呢，你喊破喉咙啊，那喊个10年8年，这英国政府啊也只会给你个冷处理。这最可笑的就是他们当初那个精神领袖之一，那个被特区政府通缉的钟汉林，这个小子他也跳出来抗议了，说按照新政策，他这种难民身份想申请永居啊，可能要等个20年。要是当初以这个访客身份入境的，可能要等个40年。这消息一出啊，国内网友都乐疯了呀，大家是纷纷调侃啊，等这个5年入籍都已经够长了呀，等40年，哎，你要不先为这个香港自首吧，那搞不好还能赶上呢。这不就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吗？那这帮人为了自己那点政治私利，把自己的家乡是搞得乌烟瘴气，砸烂了自己的饭碗。那现在呢，跑去外国啊，做什么2等公民、3等公民。当他们以为啊，终于要修成正果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还要再等40年。那个时候估计牙都掉光了。他们当初是乱港小头目啊，现在在英国呢，他们是真正的弃子。哎，咱们总结一下，那这次伦敦街头的抗议是一出绝佳的讽刺喜剧啊！它告诉我们一个赤裸裸的现实，在这个国际政治里啊，根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这英国政府当初给你开这个 BNO 通道，那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，是恶心中国的一张牌。那现在你来了，哎，这牌也打完了，价值炸的差不多了，你对他的经济又构成了负担，那对不起哦，门槛就得提高。这帮港人啊，把这个政治想得太天真了啊，把这个自由想得太廉价了。他们以为去了英国啊就能安定下来，就能扎根儿。那结果发现呢，自己就是英国政府用来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，是那帮金融大鳄用来吸血的工具。当初他们口口声声骂香港是地狱啊，骂特区政府是叛徒。现在呢，他们站在这个伦敦的街头，被英国的冷风吹着，被这个英国的警察看着，喊着斯塔默别做叛徒。这出戏演到这儿，谁是真正的叛徒啊？谁才是把他们连根拔起的那双手？他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就等着看戏吧。这帮移英港人啊，当初把在香港街头闹事的看家本领带去了伦敦，可是他们忘了，哎，在那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，你那套抗议根本不好使。英国人呢是冷血的，他们是只认钱只认利益的。我估计啊，他们抗议完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回到这个餐厅端盘子，回去交高昂的医疗附加费。
而那个什么永居的梦啊，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可能真的要变成一个40年长跑的噩梦了呀。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自作自受怪自己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